队已经到了，我们可以看到呢，新娘跟新郎已经穿戴的美美的，然后准备要下车，看一看。巴厘岛的婚礼不仅是新人的结合，也是两个家族、社区，甚至连神明都来参与的一件乐事。那其实，在婚礼之前呢，他们需要准备数以万计的这个板垫。Jarinya gini, kayak orang menari. 他们现在正在进行的呢，是一个叫做马塞给阿公的过门仪式。剃爷子好像从来没有在其他任何的婚礼上见过。新郎会用匕首刺穿新娘手中的草席，代表着他会勇敢的继续保护新娘的下半辈子。巴厘岛是著名的旅游胜地，以丰富的文化遗产、独特的宗教传统和迷人的自然景观闻名。这一次 ，Emily 要带大家走进寻常百姓家，赴一场神圣的巴厘岛印度教婚礼。过去巴厘岛的婚礼可以长达1个星期，现在经过了简化，才浓缩成3天。第1天是筹备日，第2天设宴，第3天才进行过门的各种仪式。Emily， 听说当地人会在婚礼的第2天进行一个非常独特的成人礼，哎，真的吗？快先带我去看一看。今天是婚礼的第2天，为了入乡随俗呢，我已经穿上了 baju kebaya 和 sarong， 看，感觉还不错吧？那其实今天起得这么早呢，是为了要见证新郎和他堂弟妹的成人礼。我听说这个成人礼还蛮特别的，就是他们要躺在那里任人宰割，磨平牙齿。明伦大哥，我知道你一定有点害怕。但是没有关系，我胆子还蛮大的，我去帮你看一看。磨牙仪式是巴厘岛人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宗教仪式，象征从青少年过渡到成年，磨去贪婪、愤怒和其他的坏情绪。这就是我们的新郎 Pandey， 今年才26岁，今天看起来有点紧张哦。新郎婚前进行这个仪式，是代表长大了，以后要像个男人，准备好承担婚姻和家庭的责任。那可以看到新郎就是被他所有的亲戚朋友包围。我刚刚有问了一下一位大哥，他是说这个磨牙仪式是非常神圣的，在亲戚朋友们的眼里呢，就是在这个时候人是非常脆弱的，他们必须全部人站在一起，守护着新郎，不让他被邪恶的力量入侵。How do you feel about the tooth cutting session? Is it painful? It's not pain. It's not too hard. 我 Yeah. 们可以看一看你的牙齿吗？有什么不一样？ I think it's not have differences. It's for the symbolic. 那其实你今天成为一个受大家承认的大人了，你有什么感觉 Feeling good. ？You feeling Yeah, good? because it's the day when I'm waiting for. 啊， But just a bit. It's not feeling well.
其实潘蝶今天身体有一点不舒服，那看到他今天这样子也是辛苦了，但是他还是一直保持微笑。现在看着他的时候，就觉得他有一种哇，成为一家之主的感觉。Congratulations about being Thank you so much. an adult 。即使身体不舒服，也无法掩盖潘迪今天的快乐。毕竟这一天他已经等了很久很久。他们两个人的爱情就是人人都羡慕的爱情啊，就是初恋。一开始的时候呢，是在学校认识的，然后两个人因为去了不同的学校，有一段时间就分开了。那在4年前吧，潘蝶就突然信息 David， 然后 David 也回应他，然后他们两个人再重新相遇的时候，就觉得哎，我们现在的频率很接近，可以继续往下发展，最后就决定结婚。初恋变成夫妻，是不是一件很浪漫的事情？ No, 为什么 ？Why？ because I'm not romantic man. Yeah 这就是我们的新娘 Debbie， 和潘迪同龄，性格开朗阳光的她，原来是一位老师哦。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为什么会喜欢上潘迪？ Dia memang tidak romantis, tetapi dia itu lucu. 哦， Iya. 风趣、Aha. 幽默真的是很重要，对一个男生来说。 Iya, jadi pernah tanya sama Pandey, kenapa sih nggak pernah kasih bunga gitu. Pandey bilang lebih baik kamu bilang apa yang kamu butuhkan gitu, karena dia lebih baik memberikan sesuatu yang berguna untuk saya gitu. 那你呢？其实你自己心里面是有想要收到花吗？ Kamu mau bunga? Of course. Devi mau bunga, tapi Devi nggak mau bilang Devi mau bunga. Devi mau dia memang kasih dari dia untuk Devi. Tapi sekarang Pandey tahu dah。新郎有一种超乎他年龄的友善跟稳重，我感觉他们其实蛮互补的。Pandey在 David 的面前会有比较不一样的另外一面。 他有点像一个小孩子，一个小朋友，然后 David 就会照顾他，我就觉得哇，很甜蜜，觉得对的人终究还是会走到彼此的身边。从明天开始呢，就是 David 和潘蝶为期3天的婚礼了。根据巴厘岛的习俗，婚庆仪式大多数都会在男方家里举行，所以我们现在要去新郎哥潘蝶的家，看看这个婚礼现场布置的怎么样了。不知不觉呢，连月亮也出来了。现在在这个婚礼现场的大门口呢，一个非常神圣的装饰。名人大哥，走，带你去看。哇，好大！这整个装置的名字叫做 Gayor。那 Gayor 呢，都会在家里的门口看到的，大部分由爷爷跟花朵做成的。 2位非常大的这个尊像呢，其实就是代表着巴厘岛上的非常传统的舞者。欢迎各位客人的到来。Berapa lama bikin semuanya? Kalau anyamannya sih 3 hari aja sih, bisa 1 hari juga. Tergantung anyamannya, banyaklah anyamannya. Tapi rangkanya ini lama buatnya, 1 bulanan. 我看到他们从开始组装到现在呢，已经花了快4个小时了，真的是很不简单哎。 那现在整个 Gayor 呢已经完成。那其实岛民们相信呢 ，Gayor 就标志着这个婚礼现场已经是受到神明的保佑，成为一个神圣的空间。那其实我看到大家互相帮忙，就是完成这个 Gayor 的时候，我觉得无论有没有神明的保佑，他们都有来自于自己朋友们跟亲戚们非常好、非常真心的祝福。
今天是婚礼的第一天，不过新人今天并不会见面，而是各自在家做最后的准备工作，晋升。所以这一天也叫做筹备日。来到婚礼现场，也就是男主人的家哦。哎，巴厘岛的民宅怎么像个迷宫一样啊？今天是婚礼的第一天，如果你是新郎的话，是不是很想要快点见到你的新娘呢？但是不可以哦，因为其实他们今天双方呢还是各忙各的。我今天非常重要的任务就是帮忙制作供奉给神明们的礼物。在巴厘岛，供奉给神明的礼物统称 Banten， 它们的形状和造型非常多变，但主要都是以椰叶、香蕉叶、花朵、米饭、香料和香薰组成。Emily， 你快去向阿姨们学习偷师吧。阿姨的刀工很厉害。哇，Selamat pagi Ibu， boleh saya duduk sini？OK。我在庭院的另外一个角落呢，发现有另外一群的ibu在制作banten。Ibu, boleh ajar Emily buat yang banten ni? Ini dipakai biar kelihatan bagus. Oke. 好难哦。OK， 真的是很不容易，你来试试看。小妹啊，不瞒你说，你刚才学的这招其实也只是入门而已啦。赶快来看我自己的第一个完成品，这个是ibu的。Masih belajar. Masih belajar. Biar bagus lagi. OK， 他说还可以更好。Banten 出现在婚礼的数量真的是超乎想象。除了一般的 Banten， 在重要的日子和婚庆，还会制作这种象征繁荣、感谢神明慷慨给予的水果高塔。这里有这个水果堆叠成的，还有一个呢是这个五颜六色的米饼做成的。Ibu， ini Banten apa ya? Gebogan. Gebogan。这个是什么啊？ Ini batang pisang. Ini biar bisa pakai pegang ini. Kalau pakai kayu kan kita nggak bisa tusuk. Mau pasang? 啊，猫 Boleh, boleh, boleh. 这个要做多高啊？ Paling 1 meter. 会重吗？ Tak bisa. 其实看起来好像很简单，但还是需要，还是需要花点力气的。一不小心就会，哎呦 ，Emily， 你别搞破坏啦！插完之后，我的那个肌肉都跑出来了。 Awas tangan, awas. Kuat. 所以这边是放水果，然后另外一边呢，可能是放一些面包啊，跟其他的零食的。OK， 耶 ！Clap。我觉得我现在已经是一个合格的巴黎人了。其实，在婚礼之前呢，他们需要准备数以万计的这个板甸。据我们知道呢，板甸他的家庭是还蛮小的，但是有这么多人来到这里帮忙，我觉得还蛮讶异的。所以我想要请问一下，我身边这位非常漂亮的ibu，你们跟新郎是什么关系？因为这么多人，你们要就是基于什么样的原因之下会来到这里？ Because we are in the village, the village as a Banjar community, even we are not a family, but the one who has ceremony can invite us to help them to prepare the offerings and to see the process of the ceremony. Pandit's family will open 24 hours for us. Anytime we are available, they will provide us meals. So no worries about it. Coffee, tea, water, everything.
他们会有一个非常团结的社区，叫做Banjar。那任何一个人呢结婚的话，大家都会来帮忙。那对他们来说呢，这是一个给予祝福、给予爱的一种方式。我在帮忙的时候就发现整个庭院都是女人，就是我好奇，男生去了哪里了？为什么一个男生都没有？后来我发现，哇，他们出现在我意想不到的地方。这里就是我最喜欢的美食区了，赶快看一下大家准备的怎么样了 ？Let's go！ 哦，原来在巴厘岛，厨房才是男人的天下，是真正的家庭主妇哦。其实我还蛮惊讶的，因为他们其实每个看起来就是一个铁汉，但是他们在跟我说话的时候是非常温柔。大哥，我想请问一下，你们现在准备的食材是什么？ Babi kecap, rendang, ada yang paling disukai masyarakat seluruh mungkin ini lawar Bali. Ya, lawar Bali. Ya, oke. Wah, di mancanegara lawar babi itu ngetren sekali. 猪肉料理是巴厘岛婚宴中必不可少的美食，要筹备200-300人份的食物，一天就必须消耗至少150公斤的猪肉。由于厨师对食材非常讲究，所以连猪肉都是自己分解的。那猪肉的话呢，他们需要把它砍成不同的部位嘛？对他们来说，男生就比较有力气去做这件事情。Boleh Emily tolong bikin? Ya. Ya. Bikin apa-apa aja. Oh, gini. Wih, ini bahaya ini. Nanti kena tangannya. 看起来也是对我不太有信心，因为他们刀其实还蛮特别的。你看，他们还有这个很酷的刀鞘。Ada apa yang boleh Emily tolong bikin? Ada apa aja? Apa ya? Apa ya? 爸爸头好疼啊！最后还是经不起 Emily 的苦苦哀求，赶快把配料剁好，让她帮忙做拉瓦。好了，我们可以开始了。菠萝蜜，剁碎了的猪肉，巴厘岛经典的酱料，里面有黄姜粉、葱、蒜头，放一点盐、柠檬 Ini 叶、 cabenya yang merah. 红辣椒，炸了的香葱。 猪皮 Oke, langsung diaduk. Jarinya gini, kayak orang menari. Ya. 我现在已经闻到非常香的这个香气了。OK， Mau makan? 哦，boleh。Ya. enak。大哥，其实为什么会想要当煮饭的人？ Kalau pekerjaan rutin untuk mencari nafkah itu lain. Ya ini kan gotong royong ibu. Gotong royong tidak dapat gaji. Ini suatu kewajiban. Kita wajib melaksanakan, kita wajib mengerjakan demi kegotong royongan kita. 大哥刚刚说的那番话其实还蛮感动的。他其实没有特别说喜欢煮饭，但是对他来说，能够帮助社区里面的人，让大家的庆典过得更开心，对他来说，这是他喜欢做的事情。 来到了婚礼的第2天，这一天中午过后，新郎的家门就会大开，以自由餐的形式设宴，亲友根据自己的时间前来用餐。到了晚上，还会有余兴节目哦。 婚礼的第2天，一大清早家里已经非常热闹了。
那在还没有进行磨牙仪式之前呢，祭司就会在家里的祠堂进行净化和祈福的诵经仪式。果然，巴厘岛人的日常不是在拜神，就是在拜神的路上。不过，磨牙仪式确实是他们人生之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仪式。这个象征从青少年过渡到成年，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成人礼。Before the marriage, parents should do it the touch cutting for the Hindus people in Bali. And then after that, the children should be take care of the parent until parent pass away. 在磨去牙齿之后呢，巴厘岛人相信孩子就算是磨去稚嫩，然后从那天开始呢，父母就会推下自己的责任，那让孩子成为一个大人，反过来照顾父母。哦 ，It's very meaningful. Yes. 在所有亲友的见证下，新郎做好准备要踏入婚姻喽。另一边的新娘也没有闲下来，精心打扮了一番，出发到新郎家招待亲友了。其实婚礼的第2天呢，就是新人跟社区普天同庆的日子。在磨牙仪式之后，新人们就会来到这里呢，跟所有的宾客们一起享用昨天大厨们为我们准备的美食。哈，太开心了！一讲到吃，来，我带大家看一看我们的大厨们呢准备了什么样的美食给每一位。第一道呢，就是昨天主厨大哥介绍我的 barbecue chop， 这个呢就叫做urutan， 这是我们很熟悉的沙爹，这个不得了。这个是昨天我自己亲手做过的 lawar， 我要试试看，不知道今天的厨师煮的比较好吃，还是我自己昨天弄的比较好吃。还有这个其实是我们平时吃巴黎菜的时候很常见到的 satay lili， 大概就是这样。我觉得还行啦，我没有太贪心。好，人小小碗大大，菜还可以吧？嗯。好啦，我现在就要来大开吃戒了，好。首先呢，我们先试看第一道 barbecue chop， 它其实是有各种猪肉的部位，用酱油、辣椒还有芝麻油组成的。我不小心一吃就吃了最大块了。哇，那它的猪肉好嫩啊，咬下去就在嘴巴里面融化掉了，好吃。接下来呢，这道乌鲁蛋。看起来就是整块的猪肉，然后塞进这个猪肠里面，然后把它的外层炸得非常的酥脆。那它除了就是有非常扎实的猪肉之外呢，它应该有辣椒、蒜头，还有一些黄姜粉的味道。你有听到那个脆脆的声音吗？米人大哥，可惜了，你没有这个口福，你没有这个口福。哎，吃就吃嘛，还炫耀。接下来呢，就是这个猪肉的沙爹，它的沙爹酱很香，就是有花生、胡椒，可能还有芝麻的味道。这个酱汁搭配这个猪肉是刚刚好，然后它还有烤起来的香味。那沙爹里里呢，它里面是有鱼肉、椰丝、有蒜头，还有一些香料，包括一些花朵，把它打碎，捏成肉条的形状，串起来。它跟之前的沙爹比起来，比较容易入口即化，满满的香料的味道。如果要选择的话，我应该会喜欢这个沙爹多过刚才的猪肉沙爹。接下来是这个重头菜了，就是他们的混合沙拉拉瓦。今天跟昨天的不一样，因为今天的呢是用椰肉做的。师傅做的比较好吃。我昨天做的真的可能有点太咸了，今天是用椰肉做的，所以它的口感呢又更加鲜嫩。这个一定要吃完，我觉得我可以吃一整盘。米伦大哥太可惜了，为什么你不在这里？这很好吃哎。吃，你吃吧，到时吃胖了，看你怪谁。
大喜，彩礼当然就不能少了。彩礼代表着的是新郎对新娘的承诺还有尊重。但是让我蛮惊喜的是，这场这么传统的婚礼，Pandai的彩礼竟然是这么的现代哎！我来问问看他，这每一个彩礼呢代表着什么样的意思？这些都是你自己选的吗？ Yeah. For the ring, symbolic for the is already married. Another R is for the gift from me to Devi. This according for the for the love. 那我们看到这4箱的彩礼里面呢，就是有金戒指，是象征着他们婚姻的开始，然后还有项链、手链，也有传统的服装、鞋子、包包，然后还有化妆品、各种家庭用品。我觉得结婚就是要过日子嘛，所以照顾好每一天的生活都是很重要的。你有没有想象到 David 收到的时候有什么样的心情？ So I think they feeling happy also because finally after 4 years for relationship, we made it in the next period. 有情人终成眷属，新人收到了满满的祝福。不过要等明天Pandai送了彩礼，完成了一连串的仪式 ，David 才算是正式过门哦。婚宴从中午进行到晚上，我还以为就快要结束了，怎么知道现在外面传来很响亮的这个音乐声，而且所有的人呢都纷纷往这个方向走去。我要去看一下到底是有什么娱性节目。哇，安哥老当益壮哎，还出来尬舞哈！原来这个娱性节目呢，就是巴厘岛民非常传统的社交舞，叫做 Tarian Joget。那我看到现场的观众哦，都非常的踊跃，大家都围绕在这里一起看这个只有在婚庆或者是在特别家宴才会出现的这个社交舞。它看起来有点像是2只小鸟，然后在你进我退，然后我进你退，一个需要互相配合的社交礼仪之下所产生的一个舞蹈。在巴厘岛 ，Joget 的意思就是摇摆臀部。舞台上一般都是女舞者，她们用妖娆的舞姿吸引男嘉宾上台共舞。听说啊，女舞者越漂亮，上台的嘉宾就越多。我发现这个舞者在上场之前呢，都会先往他们头上插一炷香，那他们就会上场跳舞，跳到那炷香烧完之后呢，就轮到下一个舞者上场，真的很有趣。可惜啦，我都不在现场，不然我肯定技压群雄。你看，我都跳了3级耶！大哥，你别太拼了。好了好了，我看我还是不跳了。第3天是婚礼的正日，也是最神圣的一天。一系列的过门和净化仪式从凌晨3点就开始。在亲友的陪伴下，新人开启了历时15个小时的第3天。哇，巴厘岛的传统婚礼真的是起得特别早。今天是婚礼的第3天，我也起得很早的换装了。Selamat pagi， Selamat pagi， 那就是新郎跟新娘，他们非常早起身呢，就开始在进行各种过门仪式了。我现在跟去看看到底发生什么事。巴厘岛人崇尚自然，半夜进行祭拜。
是他们对宇宙能量和自然循环的尊重，象征婚礼的纯洁和平衡，意义深厚。但是就是苦了新人。他们现在正在进行的呢，是一个叫做 Masege 阿公的过门仪式，主要是让新娘子可以告别过去，迎接新世界，一起加入这个大家庭。其实里面有好几个程序都蛮有趣的。第一个呢是新郎会用匕首刺穿新娘手中的草席，那新娘手中的草席呢，其实代表着她原生家庭的保护。Jadi nambah artinya satu keluarga pangrayu nah, pikulan pangrakat nah。那新郎呢拿着匕首刺穿她，就代表了他会勇敢的继续保护新娘的下半辈子。哦，我觉得这看起来是还蛮 man 的。还有另外很有趣的就是踢椰子，我刚刚蛮好奇的，踢椰子好像从来没有在其他任何的婚礼上见过。那其实踢椰子代表着夫妻会共同去对抗生活里面的各种挑战跟各种障碍。可是我看到那个椰子还蛮大颗的，大颗的。这里有2颗椰子，我想试试踢看。这个椰子看起来跟他们刚刚踢的好像有一点不太一样，小很多，感觉没有什么挑战。I'm so sorry if I offended you. Emily， 别担心，虽然椰子在印度教是神圣的果实，但当它出现在不同的场合，被踢、被摔碎都有不同的意义，是不是非常多功能呢？今天是巴黎式婚礼最重要的一天，我们的新娘子 Debbie 从早上6点就开始装扮到现在。Debbie, you look so pretty today. Oh, thank you. 今天她的裙子也非常的漂亮，而且我发现她裙子跟昨天的有点不一样。Kalau yang kemarin itu masih modification. Kalau kali ini itu namanya Payas Agung. 今天呢是比较巴黎式风格，也是比较传统一点的。你可以看到它这个裙子上面的刺绣是传统的巴黎手工刺绣。Songket. 哦，叫做 songket。Untuk hari ini make upnya itu lebih balis lagi dan lebih tinggi, ya lebih banyak juga. 它今天最大的亮点呢，其实是会戴一个非常高的金冠。Where is the crown that you were mentioning? That one. 我可以看一看吗？这个就是那个金冠了，是不是很漂亮？其实金色呢，对巴厘岛人来说象征着神圣还有高贵的，还有其他的金钗，所以组装起来，我觉得等一下会看到的是一个非常大又非常霸气的金冠。新娘的装扮这么有气势，新郎当然不遑多让。他们今天的礼服叫 Payas Agung， 要是在巴厘岛王国时期，这可是皇室和贵族的服饰啊！金手镯、金饰、金冠，婚礼瞬间升级了。不说，还以为是哪位贵公子来迎娶公主了呢。人未到，礼先到，排场不能少。哎，怎么搬东西的全部都是伊布？壮丁们都去哪儿了呢？迎亲大队已经到了，我们可以看到呢，新娘跟新郎已经穿戴的美美的，然后准备要下车，看一看。
作为迎亲队伍，诚意当然是不能少了。我们的迎亲大队就带了非常多的彩礼、板凳、传统食物和水果来到新娘家的。Jadi kejangkapan Ibu sami kawasan Bowi Wahal. Namo Giastu Titiang Muduin Yana. Di sejurangnya pemari banyak umur jatuh wargi itu mangkol legang untuk ikut agar keluarga sarang-sarang. 他们现在呢正在进行一个祈祷仪式，主要就是请求新娘的长辈还有祖先认可，然后就可以把人家含辛茹苦养大的女儿好好的娶回家了。现在新郎和新娘在神明还有祭司的见证之下呢，交换戒指。你今天之后就要出嫁了，现在心情有没有很不舍？ Sedikit sedih, a little bit sad, but it's okay. 50-50. Like happy also, but sad also, because Devi is leaving their family, starting from they was child. But another way, Devi also is, I think, is happy also, because they will like create for the new family together. Yeah. Do you feel that as well? Okay. Oh, sorry. 两个人的父母其实都非常的疼爱自己的孩子，尤其是在 David 要出嫁的时候，就是他的妈妈哭得不成人形。其实可以看得出哦，新娘呢跟她的家人的感情真的是非常好。刚刚他们抱在一起的时候呢，即使是小朋友，哇，都流眼泪了。所以我觉得其实这种感觉是非常发自内心，是真情流露的。我也很替他开心，祝福他们在接下来的日子里面可以幸福快乐。在长辈和祖先的允许下，新娘被抬着出嫁。离开时还是个姑娘，但当脚再次着地，便是人妻了。很快的，新人又要从娘家回来，但婚礼还没结束，一边在表演，一边还在为最后的仪式做准备。在我面前现在有很多水啊，想请问一下大姐，这个仪式是什么样的仪式？ This will be the final ceremony for the weddings of Pandey, and it will be finalized by the highest priest. Oh, He's over there. 啊，这位主祭司。This is water. When the priest make a blessing for this water, it will become a holy water. Oh. And it will come to the groom and bride later on. 现在呢，祭司其实也会用非常多的圣水来净化空间，然后会用焚香来驱邪邪恶的力量。一系列的净化仪式还包括从新郎身上取下部分头发，象征着新人的纯净与重生。用细绳在新人身上交叉捆绑，寓意两人从此命运相连，共同承担生活的责任与义务。还让他们尝试象征人生五味的酸甜苦辣咸，代表着婚姻生活中的各种滋味与考验，提醒新人，婚姻不仅是分享喜悦，也需要共同面对苦难。最后，在他们身上画上神圣符号，则是祝福与祈祷。
强调婚姻不仅是两人的结合，更是灵性与社区的连结。巴厘岛的老祖宗为了让新人理解婚姻的真谛，真是用心良苦。潘德有跟我说，年轻一代的巴厘岛民，他们可能会因为时间的关系、筹备婚礼资金的关系，然后放弃了很多非常好的传统。但是他自己是希望以后等他孩子长大之后，他可以让他的孩子看到哦，爸爸以前是很帅的，就是我还维持了这么传统、这么神圣的一场婚礼，我觉得这是非常难得。潘德他在这个过程中是一直在生病，可是看到他这么坚持去完成每一个细节，心里就有一种莫名的感动。我会觉得说，其实，在结婚之后，生活有非常多的挑战，但是你有一个人可以陪着你一起去做这件事情，一起去面对，一起去熬，好像就可以扛过来。就是其实爱情跟婚姻也是一种信仰。闹哄哄的3天婚礼结束了，潘德和 David 回归日常生活。但原来新婚夫妇婚后3天是不能出远门的。病了好几天的潘德正好可以好好的休息。婚礼终于结束了，所以你们今天是第一个是初为人妻，然后现在初为人夫，感觉怎么样？Perasaannya campur aduk, jadi senang, terharu. Ternyata kita bisa sampai di titik ini, menjadi suami dan istri. For me, it's a bad experience because the first night is have a sick, and we sleep like a different bed. 哎呦，太可惜了，没有办法睡在一起。I sleep at the sofa and David sleep at the bed. 潘德果然是护妻狂魔，绝对不能传染给太太。Kemarin juga harus cek dia apakah naik panasnya atau turun, jadi kayak gitu. Ya, tapi it's okay. 感觉 David 是一个非常细心的太太，她会帮潘德擦汗啊，祝你们新婚快乐，祝你们永远幸福。我觉得这次其实非常幸运，就是可以参加这么充满神性的一场巴厘岛当地居民的传统婚礼。那一对年轻的新人可以不厌其烦的，然后毫无怨言的进行这么多的祭拜仪式，我觉得作为爸爸妈妈，他们一定也会很好的把这些美好的文化传承给自己的小孩。我其实发现，就是这场婚礼，不只是人跟神明之间的灵性沟通，也是当地居民人跟人之间的桥梁。他们因为这场婚礼，然后大家都聚在一起，给予这对新人这么多的爱。Finally, it's finished on the marriage. And just say thank you so much. Semoga nanti Pande bisa menjadi teman yang baik untuk kita, keluarga kita. Ya, dan Devi berharap semoga hubungan ini sampai selamanya.